为什么长这么大还要考试？奇游联机宝寻找中国主机游戏文化传火人，现登录奇游官网参与《荒野大镖客》游戏问卷，就有机会获得 PS4 Pro 5亿限量版主机与《荒野大镖客2》套装。除此，还有雷蛇手柄和联机宝等奖品等你认领。来答题证明自己能否成为主机游戏的传火之人吧！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像素传人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泰吴俊啊。今天和大家聊聊最近国内非常火，也引起巨大讨论的游戏《泰吴绘卷》。这个游戏算是10月份我们收到最多人要求我们做视频的游戏啊。但是这些人的需求也是有史以来最割裂的。有些人是想看我们批评这个游戏，有些人是想看我们夸奖这个游戏，也有些人希望我们推广这个游戏。当然，这样一款非常特别的游戏呢，我们自己也要认真品味之后才敢拿出来分享我们的看法，所以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是用 Mac 系统的嘛，为此我还在我的笔记本上装上 Windows， 以方便我睡觉前瘫在床上都可以玩上几把。最后我发现我对这个游戏的感情非常复杂，所以最后这个视频并不是为了谁而做的，纯粹是我自己想要理清对这个游戏复杂的思绪。如果说真的要为什么而做这个视频，那就算是为武侠类游戏吧。因此，我在这里只讨论游戏本身。至于游戏之外那些关于制作组的传闻啊，什么垃圾一样的代码啊，对他3个制作人是倒喝彩的彩也好啊，是捧上天的夸奖也好啊，我们都不去讨论。这些番外消息，大家自己都能收获到很多啊。我认为，不管是制作人是新手也好，是老江湖也好，是顺顺利利也好，是经历千辛万难也好，代码是精妙结论也好，还是犹如幼儿园写文章的水平也好，这些都无法左右游戏就是要好玩的这个本质。所以这些因素最后都要回归到游戏的乐趣，以及这个游戏给业界带来了什么。那鉴于虽然这个游戏很火爆，但是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并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就等我们来告诉他们该不该尝试，又或者有很多人尝试了发现连教学关卡都过不去啊，没办法只好放弃。但是呢，又对这个人人都在讨论的游戏充满好奇，所以我们视频上半段还是要说说这个游戏到底有了什么样的系统，然后再来说说我对游戏的看法。但是由于这个游戏过于奇葩精丽啊，所以普通的表达方式很难说明白这个游戏的感受啊。所以我们这里用另一种方式来聊聊游戏的系统，用第一人称。大家好，我叫聂俊，我现在慌得一逼，因为我现在要去挑战剑种了。你问我什么是剑种啊？先别急，我先从头介绍一下我的一生。我是个很普通的人，除了长得超帅、有武学天赋、歌唱得好、主角光环以外，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从小妈妈就跟我说我是个孤儿，无父无母，所以我是由爷爷抚养大的。爷爷是农村人，不识字，说话有很浓的英式口音，看上去像是一个只会跳广场舞的糟老头，但其实他是个武学造诣很深的糟老头。从小就教我习武，因此在同龄人里我难逢敌手。同村的大雄、康夫、哆啦 A 片的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顺利的过下去，最后迎娶村里我最喜欢的静怡姑娘，两人唱着歌儿白头偕老。但是有一天，我的命运突然改变了。那一天，爷爷把我叫到跟前，用英式英语对我说：“聂俊啊，我的乖别孙呢，你过来，我跟你说哈，你要认真听啊。从今个开始，你就不姓聂，你要改一个姓。好，爷爷，我要改什么姓？你要改姓泰吴。好，什么？为什么要姓泰吴？我又不会开车。办案为啥子？时间到了，你自个就晓得了。总之以后别人问你啥子姓啥子名，你要回答泰吴金。这爷爷，我叫不出口啊，这名字太污了吧？哎，不得错，就是泰吴啊，啥子叫不出口啊？记好的了，以后你就叫泰吴金。好的，爷爷，我记住了，以后我就叫泰吴俊。从此以后，我就改成了这个很像韩国人的名字。而爷爷在那一天之后，就从村子里消失不见了。我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到处找呀找，就是找不到。最后我想起来，爷爷还要我去湖南找泰乌村，说我其实是那里人。只要到了泰乌村，一切都会明了。我在脑海里幻想了一下泰乌村的样子啊，应该是个安静优雅的小村庄。我必须去一趟。我准备了一下，就和村里我最喜欢的姑娘道别。柳积分，我要走了，我要去找爷爷，去爷爷说的那个太阳村啊，等我回来。野花哥哥，混不下去了，不要回来。就这样，我踏上了注定波澜壮阔的一生。
下午我下了高铁后就到了湖南，按照爷爷留下的指使进到了深山里，很快发现了一个荒凉的小村庄。只见村庄口的石头上写着3个大字：太吴旅游村。原来是这个太吴啊，原来是我误会了。都怪爷爷不会写字，这下明白了，搞得我一路都很害怕呀。进村后，一个大妈来招待我果真一点都不污啊，真是太好了。在我买了旅游村的门票，对了一下眼神之后，我和大妈进行了一次神交一般的长谈，也看很多资料，我一下子搞懂了事情的由来，也搞懂了这个游戏的主要目的我是说搞懂了我未来的方向。原来中原之谷有一个大魔物名相匡有些字看不清楚相书。这个魔物极其强大，中原各派武林高手都不是其对手，就连武林盟主小虾米大侠也奈何不了。这时候来了一个神棍，称自己有对付相书的特殊体质，但无奈这个神棍体弱多病，是一个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中原各大门派一合计，为了中原的安定，各大门派决定放下矛盾，离开麻将桌，一起来教导这个神棍。使其成为武林中的高手，刺客中的斯巴达。相应的，他必须为中原的安定与相书战斗，而这个神棍也不失众望，成功制服了相书。只不过相书作为上古的黑暗深邃魔物，并不会被杀死，只能被暂时封印，所以就需要把这个特殊体质世代相传下去。而被传的人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而是由上一代传人指定，然后这波人世世代代为封印相书而奋斗。而这些与相书对抗的传人就叫太吴传人，只要接受了太吴传人的使命，就要改姓为太吴，而天下也会给予太吴传人最大的帮助，共讨相书。只不过相书之灾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了，而太吴传人也消失了几百年。当初为了给太吴传人做后宫而建立的这个太吴村，也因此没落荒废。他们哪里想得到，几百年后我会突然跑出来称自己姓太吴，村庄一下炸开了锅。至此，这个游戏我的新人生正式开始。在太吴村，我获得了最高指挥权，一下子要干的事情多了很多。我可以在这个好像我的世界里的格子一样的地图上随意的移动，蒙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可以称这个世界为格子式开放世界，每个格子都代表着不同的地形，走过不同的地形需要花费不同的天数，行动一次不管花费多少天都为一个回合，所以我应该是身处一个回合制格子开放世界。在这些格子上，我可以采集不同的资源，木材、粮食、药材、金属、棉麻，甚至收刮当地的金钱。这些资源都是开展各种活动和开发所必须的，所以我还得具备采集资源和分配的头脑。当然，作为太吴传人，村里的那些后宫们也为我所用，不仅可以宠幸他们，还可以让他们在这些地形上进行生产。可惜人手永远不够因为唯独不能催促他们生孩子。进了村子里，我要做的事情也很多。这是一个荒废了很久的村庄，村民们都好吃懒做，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干活。村子里的设备建筑也都倒塌，慵懒的村民们非常勤快的把村子里的废墟空地等等都划分成了一个一个格子，但是就是不动手开发，几百年来苦等着我指挥。所谓民以食为天，没有粮草那是寸步难行，必须把村民的粮食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接管了村子后，第一个命令就是重建太吴祠堂，然后是建立驿站，可以和外界往来，然后是练功房，我可以在里面修炼武功，接着是工坊、仓库、云房、佛堂等等等等。村民们都对我的精明决策赞不绝口。你说你讨厌不讨厌？因此，在村庄管理上，我又要具备经营管理的才能。接着，我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大、更复杂。比如练功，来到外界才知道，这个世界的武功有这么多种，什么少林太极拳、武当同人阵、峨眉醉拳、铸剑山庄无影脚等等等等，多如繁星。每种还分不同层次，类别还包括心法、身法、功法等等，非常繁复。算了，我还是回去练我的太祖长拳好了。当然，在现代社会，光会打架还不行，不能像爷爷那样只是个会武术的糟老头，要响应国家素质教育。因此，琴棋书画、礼乐射、御书数、佛道诗经、玩游戏等等这么多技艺，每一个都对应了生活某个方面的才能。一般人至少要精通那么1、2个，而我作为太吴传人，最后选择同时修习3个非常困难的技艺，分别是玩、游、戏，劳逸结合。除了修炼自身，娱乐还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偶尔会找村民来上一盘昆特牌，谁知道他们最近都不玩昆特牌了，说不流行了，还嘲笑我说生不出孩子的人才玩昆特牌，气死我了，再也不和他们玩了。我得知原来最近流行玩斗触枝，触枝是什么？我好奇的看看，这不就是蛐蛐吗？原来是斗蛐蛐，太有意思了。而且我还得知蛐蛐也不简单分了好几个品级，好多个称号，还有不同的属性，甚至有人抓蛐蛐抓到了老婆。因此我也兴冲冲的去抓蛐蛐。好，等我再抓一只就回家睡觉。哎呀，我操，怎么天亮了？算了，斗蛐蛐这种小孩子的游戏我还是不适合。我志气远大，要云游四海。通过村里的驿站，我可以方便的上高铁，到全国各地每个省份参拜不同的门派，到不同的村庄斗蛐蛐。我华夏大地之广阔令人惊叹，其人其事层出不穷。在外游历总是能遇到各种或者传奇更多是狗血的事情。相信我，这些事情因为很多是随机侦
沉的，狗血离奇的别的平行宇宙根本没见过。经历了一段旅游，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结识了许多仇家，看多了人间悲欢，内心更加平静，岁月静好。最后我不得不感叹，还是宅在家里玩游戏好啊。总之，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岁月，我的地位越来越高，全华夏都知道太戊传人的威名。但是现在我慌得一逼，因为村里出现了许多贱种。贱种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贸然去挑战贱种只会九死一生。但麻烦的是，我之前装逼装过了，大家都以为我很厉害，现在要我去挑战贱种怎么办？我才突然想起来，我一开始的目的是来找爷爷的，难道爷爷也是去挑战贱种才消失的吗？难道我也要葬身于贱种，然后把太吴这个开挂一般的好康让给别人？我才不这么干呢！我决定今夜趁夜黑风高离开太吴村，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我的后宫事业。咩哗哗哗哗哗哗！什么人？我靠，有刺客！哎呀，中箭了！太武传人卒。以上就是我第一次玩太武绘卷的经历。之后我辛苦捏的帅气的聂俊就这么死了。所以首先告诫各位，玩这个游戏不要用代表自己的名字去给游戏角色取名，虽然这样会更有代入感，但是保不齐什么时候就突然死了，然后就很没有代入感了。自己都死了，代入个屁啊！当然上面说的只是这个游戏都有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里面的每一个类别其实都非常庞大和繁复，每一个系统单独拿出来说都足以做一期视频全都要做的话那可太好了好几个月的视频主题都敲定了，再也不会拖更了。所以在这里只是概述一下游戏的主要玩法，至于这些系统有多复杂，我想大家看到视频里的游戏界面，这么多的 UI， 这么多的按钮，这么多的文字，就能感受到了。反正我是觉得这已经是比各大银行的网银页面都要复杂的东西啊。所以游戏有多复杂我们都知道，重要的是这种复杂的机制能给玩家带来什么样的游戏体验，以及制作人设计如此复杂的初衷。先说游戏体验，其实这也是游戏如此两极分化的原因。首先在游戏里，除了一些实在太猎奇邪恶的举动之外，大部分我们对于武侠所幻想的一切行动、名词、属性、设定等等，在这个游戏里都能找到。但是因为有很多名词是非常古老，深藏在历史中，不是钻研古文的人是很少见的。比如要不是玩这个游戏，有多少人知道蛐蛐在古代还有处枝这个很有古意的称呼呢？诸如此类的名词和设定的借鉴非常多，因此这让每一个热爱武侠的玩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这在别的武侠游戏里是很难做到的。虽然都是咱们中华古代的故事，但是其实细分下来类别很多，武侠、仙侠、神鬼、道佛、西域等等等等，每个类别中间还能再细分，这导致每一个人心中的武侠都不一样。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林。因此一个武侠类游戏往往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太过写实的武侠，比如《刀剑封魔录》，会让喜欢《蜀山剑侠传》这类偏仙侠的人找不到仙气；而太过仙侠的游戏，如最近的《神武幻想》，又会让喜欢金庸、古龙等小说的人觉得太飘。但在我看来，太武绘卷把这类整合得非常好，它既透出一股非常朴实的武侠气息，但背景高模的设定又让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仙气。游戏有点搞怪的气氛，也让各种感觉混合在一起，并行不悖。这一点要归功于主创丰厚的古文学阅历。这么多年来，总会觉得很多武侠游戏其实并没有古味啊，更像是现代世界观的换皮，最多也只是借鉴下《山海经》和《聊斋志异》。但太武绘卷的制作人我不敢说对古文学的造诣有多深，但是在广度上的量是足够大的，这在游戏里的每字每句所透露出来的气息就能感受到。因此主创丰厚的古文学阅读经验，很有机的把各种文学里的设定和用词都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熟悉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游戏除了密之审美的人物立绘和一些代表性的图标，剩下基本就没有多少属于画面的东西。UI 界面这个大家看的最多的东西不属于画面，这属于交互功能，所以不能定风格。就连唯一有完整动态人物的战斗画面你不就是名小学生柯南里的小黑吗？怎么跑这来客串了？因此这个游戏事实上能确定画风的画面部分是严重缺失的这就导致了这个游戏其实没有画风。这本来是个缺陷但是歪打正着的反而有了一个好处，它让每一个玩家都得自己脑补这个武侠的细分风格。那脑补嘛，肯定是最适合自己胃口的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学作品一旦改编成电影或者游戏，就会有一大堆人吐槽，感觉不对了，这太不还原了其实不是制作组不想还原，而是人家脑子里的东西和你想的压根就不一样。综上所述，网上不是有类似这样的评论吗？这是最符合我心中完美武侠的游戏。会有这样超高的评论，就是因为这游戏一，它结合了基本所有风格的设定；二，
它简陋的画风反而让画风没有了限制，因此每一个武侠迷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武林。但问题来了，如果某个人心中并没有自成一派的武林风格，只是听说这个游戏有着完美的武侠而来尝试这个游戏，那就要大失所望喽。少了自己脑补的环节，这游戏剩下给人的感觉就是繁琐、复杂、大杂烩、不知所云。所以第一个争论点诞生。第二个争论来自于游戏实际的游玩乐趣。由于游戏有很多繁复的设定，而且每一个设定都不单单由一个数值决定，每一个数值又由上一个数值决定。比如一个行动的成败由你的某个记忆决定，而这个记忆的成长高低由你的天赋资质决定，而资质又由出生时节和出生地点决定，等等，这样关联下来，就没有任何一个设定能得到切确的结果。加上游戏又有大量随机生成的时间和更大量随机生成的人物关系，这使得玩家一可以做武侠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情，二每件事情都没有切确的结果啊，比如抓蛐蛐抓得再熟练，老司机也难免会抓到门误啊。三基本随机的江湖经历，这让游戏和至今所有武侠游戏都不一样。你虽然是主角，但是这个世界真的不怎么在乎你，剧情不会围着你转，甚至死了那就死了呗。皇帝随便换，百姓生活照样过。相书难道还真就会毁灭世界不成？因此，玩家对游戏接下来的发展永远会有一股好奇，而游戏几乎不会 game over 的设定，也让这个好奇基本没有成本，甚至死得越多，继承的数值越多，后代的太武传人可能越强，越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武侠梦发展。因此，如果玩家本身对进入武侠世界有一个自己心中的剧本，隐居深山的高手，统一武林的门主，熟络市井的商人，深藏不露的刺客，救死扶伤的神医，倾国倾城的美女，等等的一切，都可以在这个游戏里一边享受随机的剧情，一边在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发展下，慢慢达成自己对武侠生活的幻想。如果你是这种人，那这个游戏就是如鱼得水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你对武侠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幻想，而只是想感受作品灌输的剧情，侠义也好，爱情也好，总之就是被动的想体验跌宕起伏的剧情，那么这个游戏一定会让你失望。因为虽然剧情很狗血很随机，但是一点都不跌宕起伏一点都不大气磅礴，反而很多是谁又给谁戴绿帽了，谁又被谁挑战打死了等等这些鸡毛蒜皮但是又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会呼吸的武侠世界，当然会呼吸了，主角死了，这世界照样运转，换一个传人继续过日子，能不会呼吸吗？但是呼吸却是一个最普通的行为，会呼吸的武侠世界也反而说明了这个武侠世界的朴实无华，不是每个人都会为每一口呼吸而动容，更多人想感受的是窒息，是缺氧的心跳。但是这个游戏里没有，这里没有林月如，没有赵灵儿，只有每个村里的乡巴佬过着朴实又有滋味的生活，这就是争议的第二点。因此总结来说，太武绘卷有着极其庞大繁复的系统，但是这些复杂的系统不是为了服务一个伟大的故事，这些复杂反而是为了重现朴实的生活。就像是太武传人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根本算不上主角。太武绘卷没有别的游戏华丽的剧情，有的只是真实生活的小滋小味。如果玩家心中有一个自己向往的武林，想感受在这个武林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不想被什么女娲在世、皇帝后裔等剧情拖着鼻子走，那太武绘卷可以说是至今唯一能满足你的武侠游戏。但如果你是一个对武侠没有太多幻想，更多只想感受新奇的世界、丰富的剧情，那太武绘卷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我去，这玩的都是什么呀？我在空洞骑士里提出个观点，不跟随市场的大数据，坚持做自己喜欢的游戏，可能反而是对玩家最大的尊重。这个观点放在太武绘卷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我和主创有过一些交流，询问过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对方的回答是，其实并没有想过刻意要做得多复杂，纯粹只是觉得想要加入这些系统，加着加着就变成这么复杂的游戏了。其实这种感觉我非常能理解，我做视频就有同感了。有不少人建议我们把视频长度控制在10分钟以下，更有助于宣传其实这并不难。其实我们的视频如果把观点提炼出来，去掉吐槽，去掉延伸知识，去掉举例，去掉搞怪，去掉尾巴的唠叨，一期的确可以浓缩在10分钟以下。事实上我们也尝试过，但是我发现很多环节虽然可以删掉，但是我不舍得删掉，因为 Game 客的视频首先是为我们自己做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并不客观，倾向严重，但是没办法，就是任性不懂事，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而太武绘卷也是这样诞生的，
有人批评主创们不懂游戏，有人夸奖主创其实有10年的开发经验，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是想做自己心中的游戏。虽然最后还是要赚钱，但是他们坚信只要做得够好，就算只为自己做，也能吸引哪怕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那这种心态到底好不好？我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不是一定就能做出好作品？也不一定。但是这种心态至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那就是不会用玩票捞一笔的心态制作游戏。而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国内游戏开发行业最大的毒瘤啊！多少制作团队、制作人员都是抱着想捞一笔的心态来开发的。不信的话，去查查现在有多少手游、网游背后的资本其实是房地产或者其他实业公司呢？虽然仍然有一部分对游戏坚持的人还在做的单机游戏和独立游戏，但这数量实在太少太少。游戏行业总能诞生商业奇迹，来这个行业赚钱没问题，但是能不能不要换个皮捞一笔就走呢？既然要赚这个行业的钱，那给这个行业的发展做点贡献不行吗？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太武绘卷》到底是优秀还是垃圾。事实上，这个游戏就像一个偏科的天才，在某些方面确实至今无人能敌，但在其他方面也确实非常弱。只是这个游戏的传奇故事以及主创们任性的结果，让这个游戏在这段时间点爆了中国玩家，特别是中国武侠迷玩家的泪点。有人认为是炒作，认为80万销量是商业运作。事实上，我们人口基数大，武侠迷玩家远远不止80万。这80万的销量证明了，终于有一个任性的武侠迷做出了能戳中其他同类武侠迷泪点的作品。但这80万并不表示游戏真的有多么优秀。但是就算不够优秀，就是炒作吗？这种认真执着、有点任性的作品，从来都没想过让所有人喜欢。但是，难道这不比想让所有人喜欢，然后捞一波钱的更让人尊敬吗？现在我们的游戏市场或许真的不缺资金，不缺销量，不缺数据，不缺人群，反而可能缺的是一点韧性。